嗯，大家好，我是何志生，然后非常开心，再次回到一席的舞台。我刚刚坐出租车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是我10年前做博士研究的地方。我在第一次一席演讲的很多的案例，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在华侨大学、集美大学。但是我坐在出租车上，向外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完全认不出这个地方了。我在这里10年前曾经跟一位小贩跟他一起生活跟工作了4年。他是在集美大学成艺学院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孙厝村，他的名字叫申祥。我也不知道哈，就是4年之后他现在怎么样，所以我在车里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做过我的第一场演讲，叫城市跟踪。然后这个视频在发布之后，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然后我也从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小人物，慢慢变成了一个有一点点名气的小网红。但是就是似乎就是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好像慢慢的在找下坡路。就我跟踪也非常非常难做。因为很多时候你跟踪了很多人，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每个人要不待在家里，要不要去做核酸？所以跟踪好像就发现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然后我就改行，从一个跟踪者，做了一位策展人。我在城市里，做了一些展览。这个是我最近做的一场，在深圳做的一场展览。这个展览在开幕后的2周，展览里的所有的作品都被居民给毁坏了。但我认为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成功的一场展览。那这个故事要从这篇图片说起。华侨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意园区，然后我发现在华侨城的生态广场上，有一群老师带着一群小孩在玩投篮的游戏，然后老师拿着2个非常简陋的收纳桶。但是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非常醒目的水泥墩子。作为建筑师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可不可以在水泥墩子上装一个篮球框？这样的话，老师就不用那么麻烦的每一次拿着收纳桶过来了。然后我继续发现，在这个广场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的、高低不一样的水泥墩子。我想要知道这个水泥墩子是谁做的。后面我发现，这个水泥墩子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法国艺术家，他叫丹尼尔·布伦，他的作品。2001年，丹尼尔·布伦第一次来到深圳，他来到华侨城，被眼前的这种高楼林立的景象所震撼，于是他决定在华侨城的生态广场的草地上规划34根水泥墩子，然后涂上它非常有标志性的红黄蓝白条纹的颜色，来比喻像蘑菇一样，就是突然冒出来，从土地里冒出来的高层建筑。然后这些墩子也暗喻了深圳这个新兴的城市非常惊人的建设速度。其实20年过去了，深圳跟华侨城都应该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墩子依然原封不动的
屹立在华侨城生态广场的草地上。在我跟差不多有100多个居民谈天聊天之后，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人竟然不知道这些墩子的来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墩子会放在这里，意义是什么。我以为那个是个垃圾桶，我说怎么那么多垃圾桶呢？改造吧，赶紧改造吧，搞给我们几个这个东西又碍眼，然后又造型。关键是它的造型都是这样子，大大小小而已。对啊，我也会搞。哎呀，这跟你说，纯粹就骗钱的。反正这些桩子如果能去掉最好了，是吧？你看这平平的一块草地，绿油油的，莫名其妙突出来几个这个桩子，又危险又突兀。这个地方说的好听点，就充满了艺术气息，但实际上我感觉不到太多。在很多居民的眼里，这些墩子只不过是34根侵犯他们公共空间的障碍物而已。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垃圾桶，也有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墓碑，不敢靠近。但是我在看丹尼尔·布伦的解说，对这个作品的解说的时候，我发现有这么样的一句话：这件作品存在的意义来源于人们对它的使用。所以这句话其实非常深的打动了我。这个20年来，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要去使用这个墩子，我想去挪用这个墩子。这件放在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其实已经早已远离了当地居民的公共生活，其实也违背了丹尼尔·布伦当初做这个作品的初衷。所以我发起了一场改造丹尼尔·布伦墩子的展览，也作为去年 OCAT 深圳双年展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我联系不到丹尼尔·布伦，然后我不能得到他的授权去碰他的墩子。双年展的主办方告诉我，只要你不碰墩子就没问题。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去伪造一批丹尼尔·布伦的墩子。我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料去伪造更有趣的、更好玩的墩子。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展览开幕不到2周，我们所做的作品当中有5件作品被社区居民蓄意毁坏了，然后还有3件被城管清除，1件被偷了，然后还有1件被埋在了地下。这是一个用瓦楞纸做的一个手风琴墩子，它可以拉起来，可以收回去。这是没过几天，它变成了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个休息的空间。这是一个用木头做的一个乐高墩子，它可以把木头抽出来，还可以拆回去，不同的位置。这是没过几天，它变成了当地的居民打牌的空间、吃饭的空间。有一些木条就跑到了其他地方，变成了小孩子去建构他们空间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这是一个用橡皮做的一个墩子，它是可以用来做钱机的，里面放的是尖叫鸡，就是打钱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声音。没关系，没关系，随便。谢谢。但是这个展览，这个作品在做完之后，也就是开幕前1天的晚上，被一位社区居民给推倒了。你也是你的，也是我的，凭什么就说你不就你要推呢？好，那你出示证据吧。我干嘛？你是哪里？你又不是公安，我干嘛跟你出示证据呢？凭什么我要跟你出示证据呢？没有，你不要那样，好像要打架一样，你就心平气和的说。我是跟你说，你没有必要把人家的东西给推掉，你是毁坏公共财产，你知道吗？不是毁坏公共财产，好不好？当然不是公共财产，是 OCAT 做的。你 OCAT 又这花了3万块钱呢。你花多少钱有什么关系？你影响别人名声了，你没有跟那个，你没有跟你不是的。当然你影响你这是我们的约定，你跟我说了吗？我是为了这件事情，我这个好不好？你损坏了你就走。你想我怎么样？是不是还打？还打是不是？你打？我不打，我打你干嘛呢？我跟你聊道理，你干嘛要审判？你这一个演绎嘛。
什么理由？就是在这里耽搁了，影响到了。你们做艺术不是在这里做的。这是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跟人吵架，非常非常生气，因为明天就开幕了，然后我们就少了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被推倒之后，它出现了一系列的神奇的变化。因为它推倒之后，它跟周边的墩子格格不入，然后很多人开始想把它扶起来，但是因为扶不起来，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把它变成他们的一个游乐场，坐在那里，躺在那里。但是因为这个墩子有碍这个广场的容貌美观，2周后墩子就被城管给清除了。但是还是要谢谢这位社区居民哦，就是因为他的推倒，他的这个破坏，让这个墩子重新有了另外一个使用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展览里，社区居民通过破坏的方式，重新跟这些墩子建构起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切、深密的一个连接。然后这种破坏，也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对空间使用的迫切需求，也让我们看到了丹尼尔·布伦的真墩子未来怎么可以被利用。这是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展览对我来说。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个要从我一个非常失败的展览开始说起。我在2017年做过一场叫《超级乱糟糟》的展览。这个展览发生在南头古城深圳的一个城中村里面。然后这个展览的意图是我带着学生来到城中村去试图挖掘跟理解普通人的智慧，然后通过建筑的演述，通过模型、影像、声音、装置，在展厅里呈现出来。我们收集了非常多城中村的物体放在展厅里，去增加这种乱糟糟的视觉演述。比如说我们把拖鞋拿进来了，我们把理发店里的灯牌把它的椅子拿进来了，把电视机搬进来了，我们还把糖水铺里面的椅子、桌子还有他们的食物搬到了展厅。我们试图去营造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但是来看展的人非常非常少，因为看不懂。这个展览结束之后，很多媒体开始关注我，然后很多媒体开始批评我。其中有一个媒体这样说道：当我们看到何资深的展览时，我们就可以明白其注定不可能是建筑师希望的那样成功的被我们想象中的大众所解读，因为此刻只有我们建筑师、策展人、艺术家面面相觑，并享受此刻的展览，再无其他。当这个评论发出来之后，其实我是非常不开心的，然后我使劲为自己辩解，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展览都要让每一个人看懂。3年后，我重新回到这个城中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曾经乱糟糟的景象，因为改造被清除的看不见踪迹。之前的村民，我跟踪过的、我观察过的村民，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因为租金上涨。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重新去理解3年前媒体对我的批评，我重新去思考，怎么样的一个展览算是一个好的展览。那接下来的一个项目是这场展览之后，2018年，我做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是关于一个快递小哥的故事。这位小哥叫陈立峰，然后他在这个社区送快递已经13年了。这位陈立峰呢，就态度非常不好，不爱笑，然后不爱被拍照，所以我很难找到一个他正面的照片。有一次我去拿快递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店要关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关店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他态度非常恶劣，然后被当地周边的邻居投诉。然后第二个是他店对面停了他送快递的货车，因为这是一个老社区，广州的一个非常老的社区，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停车场，所以他就停在了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是一个步行街，是一个行人找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地的居民非常非常气愤，他觉得小哥的车占用了他们的公共空间。这辆车白天差不多会停6小时，然后傍晚的时候
小哥会开早去送快递，所以我们想到了可不可以帮助小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把他的车变成公共空间，变成一个6小时的花园。所以我们找到了小哥，但是小哥拒绝了我们，他觉得他已经够难受了，他已经够焦虑了，你们就不要再来搞我了。但我们的学生没有放弃啊，其中有一个学生他会弹吉他，然后他就坐在小哥的对面弹，对面的男生看过来，周边的居民本来对小哥就是有非常大的意见，然后他看见一个女的为他弹吉他，他就以为这个女生是喜欢他的，然后他们就纷纷找到小哥的店前面指责小哥，他说你有什么本事让一个女孩这样做？然后小哥非常难堪，所以他说那你进来谈吧，所以我们的学生就跑到了他店里面谈。正是因为这种破冰，小哥跟学生慢慢开始发生了连接，最终小哥同意我们的学生去帮他的车做一个改造。我们邀请了周边的邻居一起过来帮他的车，非常简单的布置了，变成了一个6小时花园。所以这个车白天它会打开，开放给周边的邻居，开放给小孩用，它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邻居还挺喜欢的，当地的居民他觉得小哥还蛮有诚意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没有再投诉了。我们就是在展览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店前面，开了一个 party， 一起来祝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小哥从店里走出来微笑，就是他笑的时候非常可爱。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展览是不是应该结束，还是说我们可以做第二件事，帮他传递微笑。我们把他骗到美术馆，帮他照相。这张相片照了3个多小时，就是因为他不笑。然后最终我们照到了一张像样的照片，帮他美图，我们帮他做了一个海报。然后我们想去送快递一样去送这张海报，让所有的人知道他在微笑，他享受了一个超级明星的待遇。但是当这个海报放在车后面的时候，他的笑容被这个锁头给挡住了。我们的学生在做海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块锁头的高度，但小哥特别开心，他说就这样吧，我也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笑，很尴尬。然后他说这样子的一种图片特别能反映我的心情，我哪里都去不了，我只能送快递。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开始一起跟他去送快递。我们在每一个送快递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在后面挤住这幅海报，跟着他。然后这些邻居看到一群年轻人拿着他的相片跟着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就问小哥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他是你的粉丝吗？所以这是陈立峰10多年来第一次跟邻居有了交流，然后正是因为这种尴尬，这种交流才有可能发生。后面本来我们想办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想放到美术馆，我们的美术馆就在它旁边，但是我们美术馆没有空间，我们在跟小哥商量能不能放在你的店里，把你的店变成一个美术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海报放在了他送快递的那个篮子的上面，外面还装了一个电视机，我们给他拍了一个纪录片，所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位小哥背后的故事。然后这个东西放在那里之后，就好多的社区的阿姨大叔就开始围观了，然后开始跟小哥交流，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做什么活动。然后小哥其实从那之后慢慢的微笑了。我们还办了一次汇报，就是请小哥来聊一聊这个展览。我们特意蓄意的邀请了街道书记，然后他看到之后非常非常喜欢，他说这是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的融合，这是生活融入艺术的一个经典的教案。然后趁他高兴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店外面立了一个牌，叫无界博物馆，所以他的店就从此变成了一个社区美术馆。那他的店跟那个车一直保留到今天。2018年我在一席讲过
我为一个小贩设计逃跑路线，然后这个故事播出来之后，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争议，大部分是骂我。其中有一个媒体这样说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你为什么不勇敢地站出来，去维护这些小贩的生计的权利？你为什么要用设计逃跑路线的方式，帮他们摆脱城管的追捕？我觉得可能这个项目是我对4年前这个逃跑路线这个故事的一个深刻的反思跟回应。2019年，我再次受邀参加深港双年展，在深圳宝安区的桥头设计，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城中村。然后因为受到陈立峰的项目的启发，因为我们把陈立峰的店变成了一个美术馆，那我就在这个展览里，我发起了一个家就是展场这样的一个展览。我希望城中村能够变成一个更大的美术馆。我跟你讲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小贩是村里的一个村民，他在街头卖凉茶，他叫刘福英。他穿得非常非常特别，他每天都穿旗袍，他每天穿不一样的旗袍。我们的学生在这个村里，在桥头村做调研的时候，就非常醒目的看见了刘福英，我们就非常自然而然的跟他成为了朋友。因为这是一个双年展的展览，我们要做作品，那我们做什么呢？学生很快就下了一个决定，我们要帮他做一辆车，我们要帮他做一个更像艺术作品的这样子的一个车辆。我们还把他之前的文字用网络语言表达出来。但当我们把这个车送给刘福英的时候，刘福英其实还蛮尴尬的，放在因为他村口贩卖凉茶，刚好在村口，所有人都能看到，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就不知道这个是卖凉茶的还是卖艺术的。然后没过多久，刘福英就把这个车给扔了。学生非常伤心，因为这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刘福英觉得无所谓，是吧？扔了就扔了，我们去唱歌吧。刘福英非常喜欢唱歌，他唱的歌很难听，但非常喜欢唱。他每一天收档10点钟，他会去卡拉 OK 唱厅唱歌。他去卡拉 OK 从来没人会向他收钱，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他。正是因为这样唱歌，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唱歌，他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刘福英很小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没法去读书。然后他眼睛看不见的这一段时间，他非常喜欢听歌。那因为没有读书，他也不识字，所以他可听歌去背歌词。然后听歌是唯一能让他找回自信的一个方法。然后刘福英就跟我们的学生说，其实他最大的一个人生的梦想，就是在村里的舞台开一场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这个舞台叫桥头广场，因为已经废弃很多年了，但是因为双年展开幕，这个地方会成为领导讲话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被升级改造。那我们就在想，可不可以真的给他做一场演唱会。首先我们给他建了一个全球粉丝后援团，里面都是工作坊的学生，为他做海报。我们做的第一版海报，他非常不喜欢，他觉得太丑了，太可爱了，他不想那么可爱，他想更自信地展现自己，他想更霸气。工作坊有一位专门拍照片的一个学生，所以特地为他拍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演唱会的照片。我做的工作就是给他连夜 P 图，P 了一个通宵。我作为建筑师，我经常 P 图但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P 一个人的脸 ，P 这么久 ，P 到他满意为止。他就坐在我后面，照片没照到。他的头发要多，他最介意的是他的头发。左边是他的偶像，他需要跟他偶像同款海报，他发给了我这个海报，我们抄袭抄袭不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海报，改了一下文字，非常喜欢他。
非常有霸气。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说服双年展，我们要把海报放在村口，但是很多人觉得非常俗气，是吧？双年展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展览，是不是？它放在城中村啊，一群像我一样穿着黑色衣服的建筑师啊、艺术家、策展人相继在这里开始搞创作，所以就很多人对这个展览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是吧？一个小贩在双年展开一场演唱会，我们把演唱会的时间故意设置在双年展开幕的那天晚上，就是当领导讲完话之后，就是刘富英的演唱会。所以我非常生气哈，就是邀请函里没有把刘富英的演唱会给写出来啊。下面还有个节目哈，就是最后其实就是刘富英的演唱会，我们看一下他的视频哈。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大家晚上好啊！就是我，谁都认识我，就是叫凉茶婆，对不对？对。这是我的声音。我呢，在这里卖了21年的凉茶，说我卖凉茶呢，你们的帮衬我要不少了，对不对？谢谢大家。好，我们OK， 麻烦营养师，我们第一首歌曲《心语》开始。我有点很紧张哦，你们呢？我不会唱，你们帮手一起唱，好不好？好。我的思念不在你心里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心两月断情。这是我拍的，因为当时人太多了，挤不进去就卡了。所以你看，其实刘福英他看不懂字，所以他完全靠背去记住单词。所以很多时候你去听他唱歌的时候，其实他的词是说错的。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女性哈，一站台上。就是完全不一样，是霸气十足，霸气女王。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刘福英发了一个朋友圈，梦想已成真，对吧？其实他也没有想到我们会给他做这样的一场展览哈，然后还是深港双年展的一个作品，就他也挺懵的。展览就是他的演唱会之前是一群非常精致的人在那里开幕现场稀稀拉拉的。当这个开幕结束的时候，就是几千人蜂拥而来，这是侨陶广场第一次有史以来这么多人的一次狂欢宴会。很多的艺术家跟建筑师问我，他说：“何老师，这算展览吗？这算艺术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展览，或算不算艺术。我告诉他们。你没有听到人们在唱歌吗？因为其实我想，其实我想讲这个，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非常多的展览，非常多建筑师改造的作品，都在城中村发生，但是。其实很多的展览艺术家的创作，跟这些普通人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很多人其实是，把这些普通人变成，他们创作的素材，然后这些人其实连一次，自由表达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我参与到他们的，创作之中。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其实。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展览，其实也无所谓。接下来这个项目是，其实我在2019年
我第2次回到了一席，我讲了一个菜市场美术馆的项目。然后在我们的美术馆旁边有一个菜市场，但是在我们美术馆建成10多年来，旁边的摊主从来没有踏入到美术馆这个地方。然后2018年，我带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一群建筑生，来到这个菜市场，我们跟摊主们一起工作了3个月。然后在这个3个月来，学生们跟摊主建构了一起非常深的连接。然后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摊主非常非常喜欢去讲述他手的故事。摊主的手，全是伤痕，全是茧。然后他们非常喜欢去讲这些茧是怎么造成的，这些伤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的学生就是为这些摊主，每一位摊主拍了一双手的照片，最后在我们的美术馆展出。正是因为这个照片，手的照片的展出，菜市场的摊主10多年来第1次踏入到我们的美术馆。但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就是他们再次回到我们美术馆，说可不可以把相片的照片给他，手的照片给他，他们可以挂在他们的菜市场的档口上。然后就这样，我跟摊主之间其实发生了很多深刻的连接，我们做了很多共同创作的艺术，共同创作的作品。我现在想讲其中的一个摊主的故事，他叫郭文正，他是菜市场一个蔬菜档的档主。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之前在建筑公司工作，然后因为他要照顾家人，他在建筑公司辞职，临时来到了菜市场，但是一待，就是待了好几年。他的别名叫阿正哈，我接下来的演讲里我就用阿正来称呼他。阿正非常怕热，他是西安人，他有点胖，然后他4、5点就来到菜市场，但是他每一次来菜市场的时候都会把衣服脱了，因为非常热，里面没有空调，菜市场没有窗，没有风，所以他的衣服全是湿的。那他又不能拿到外面去晾，所以其实他每一次都是把衣服放在他的菜筐里。每一天晚上他回去的时候，这个衣服都是湿的。他找到了我，他说何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开一个窗户？因为他的档口的后面就是我们美术馆。开完之后，他说一定会有风吹进来，那我就可以晾衣服了，我可以喘息了。你们很多人可能会以为美术馆不是一个室内的空间吗？我们的美术馆有一半是在室外，因为它的档口非常小，50厘米，它的身子只能夹在中间。然后后面其实这个开创的过程非常的艰难，涉及到菜市场，涉及到街道、城管，涉及到美术馆，还涉及到我们美术馆这一件作品叫《无界的墙》，这是宋冬老师，艺术家宋冬老师的一个作品，还涉及到艺术家的作品。但最后我们都非常愉快的决定了，我们开一个窗吧为他。所以我们其实开创的时候，在两边我们找了2个师傅在同时开。这是窗户打开的那一刹那，在美术馆我们明显能闻到一股肉的味道，从菜市场吹过来的味道，就是每一天闻到的是猪肉味，菜市场的味道。这个窗户刚刚挖好，阿正就把他的衣服给晾起来，没晾半个小时，检查的就来了，就下令把阿正把衣服立刻把它收起来，因为不卫生，因为这是菜市场，不是晾衣空间。阿正非常聪明，他不卑不吭的跟这些管理者说，这不是一件衣服，我不在晾衣服，我在做作品。他说这件作品是我们跟美术馆合作的，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汉。他说你看到那个窗户了吗？这个窗户就是为外面看展的人开的。这件衣服证明了阐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它证实了一个汗从湿到干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件作品每天都在换颜色，气味也不一样，款式也不一样，这是一个随时间生长的艺术作品。那管理者就听懵了，
但是也非常感动，所以就允许的把他的衣服晾在那里。他是菜市场唯一一个摊主可以在那里晾衣服的，因为他晾的不是衣服，是作品。但是好景不长哈，没过几天，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作品，都过来打卡。其他摊主就不乐意了，他说：“凭什么这些人要看着我，给我们拍照？”所以他们就指责阿正，叫他把这个作品收起来，把窗户关起来，不允许他再这样搞了。啊，他非常焦虑，也很苦恼。他找到了我，他说：“何老师，现在这么多人偷窥我们，那我的档口可不可以变成一个美术馆，叫被偷窥美术馆？我也是作品，我也是被他们偷窥的人。”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他就自己手写了一个招牌的名字，然后我们把它编成了一个闪光的招牌。我这里既然是一个美术馆的，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延伸作品，可以拿来销售的？我说：“你想卖什么？”他说：“我想卖水，因为美术馆没有水，周边也没有水。”我说：“水也没有多少钱啊，才1块5。”他说：“这个艺术品就不一样了，我们换一下包装，我们用6块钱卖出去。”其实我也不太相信他说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没有人买的。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托盘哈，因为窗户跟围墙、美术馆之间有一个距离，所以阿正每一次有人要水的时候，他把它推过去，他可以讲这个故事。档口开幕的那一天，很多人开始围观，我们就觉得没有人会买的，他们只是好奇而已。但是阿正3个小时卖了150瓶矿泉水，这是他3、4天卖菜的钱。阿正赚了这个钱之后，他拿了一部分出来给其他摊贩，做水电的这个费用，摊贩非常非常开心，所以这个店铺就一直保存到这个地方。然后他迫不及待要跟我们做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他想帮他的妈妈，他妈妈在西安种苹果，因为疫情，所有苹果都烂了，所以他想做一个作品。我们讲了很多，阿正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哈，但是不管怎样哈，就是无论这是不是一个展览，是不是一个艺术品，今天这些项目都不存在了。2020年10月23号，就是这个菜市场突然被拆，过了几天变成了一个社区小花园，也挺好的。但是在这个花园里，就是当这个花园建成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菜市场存在过啊，这些摊贩工作过在那里啊，就是好像他们一夜之间被人遗忘过。所以所以摊贩被离开之后，我就以为我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不好意思啊，我就以为做的这些东西回到了我好多年前做的超级乱糟糟那个展览，因为那个展览之后，我的那一些观察对象、创作对象都已经不见了。但是好像不是哈，就是在菜市场被拆之后，所有的摊贩又回来了。就是这是他们在离开之后最后一次合影，他们挤出他们双手的照片，就是他们在街头上摆摊，但是在街头上摆摊的时候，他们仍然把手的照片挂在了他的工作的位置上。在菜市场被拆之前，在阿正离开广州的前一天，阿正来到美术馆找我，他说：“何老师，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灯牌带走？”但是因为其实
灯牌是我们的一个作品，我们是不允许他带走的，这是我们要收藏的。但是后面还是让他带走了，因为阿正说了一个非常动情的话啊，他想告诉他的老婆孩子，他在广州也干过非常牛逼啊！我也不知道我会这么不争气哦。非常抱歉啊，就是他也干过非常牛逼的事情，我被这个话打动了。然后他走的那一天，我跟我的朋友谢林就去送阿正。阿正23年的作品，只有一个背包跟一个灯牌。手里拿的是灯牌哦，他把它包起来了。身份证，谢林，我们送到这里吧，还是要拿进去？拜拜。好，好，回去好好跟他们待在一起吧。好的，好，拜拜，加油，拜拜，加油，加油。阿正那个突然的鞠躬，至今让我非常难受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发了2张相片给我，这是左边是他的太太跟女儿，这个灯牌被挂在了他的客厅里。他说这是他唯一一个跟广州的联系。好，说到这里了，谢谢你们。